这个女孩手里那个割蛋器，亲手虐杀了自己的父母，尸体被肢解的看不出原貌，腐烂和恶臭和满地的鲜血是她脑海中最初的记忆。警察推门而入，都被这股惨状吓得大惊失色。浑身是伤的女孩被救护车带到医院，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检查。因为从小受到父母非人的虐待，她之前的记忆完全丧失，心理的压力封闭了大脑，整个人也变得非常呆滞。因为她能与鸟类沟通的能力，女孩被庭家收养，灌输了一整套的杀人和谍报技术。世界上发生的战争无不受庭家左右，身为庭家的养女，她自然也要听命于家族，奔赴各种各样的战场，利用人类不易察觉的鸟类投下手榴弹。对于没有过去、没有目的志向和信念的她而言，一切都没有意义，也只是听命行事，不停的杀戮，当双面间谍，不停的背叛和欺骗。因为背叛的次数太多，敌人和朋友的界限她早已经分不清了。鸡轻松的捏碎了狗的脑袋，开膛破肚的掏出了宝石。原来她装成傻白甜接近狗，就是为了获得将人体功能提升到极限的秘药。在秘药的加持下，鸡很轻松的捏碎了铁栏杆，干劲满满的去狩猎其他选手。大群的飞鸟在鸡的指挥下朝着猪围拢，最后硬生生的将猪啄得尸骨无存。地下道，牛和马的对战还在继续，牛的刀锋利之极，仅仅一刀就将柱子拦腰切断，对上马的绝对防御，他们之中到底谁才是赢家？鸡来到便利店寻找食物，正好遇上了同样前来觅食的鼠。相比起鸡的警惕，鼠丝毫没有发动攻击的意图，它只是来找吃的而已。因为记得鸡在猴的和平提议上举过手，于是鼠把它当作同伴，带鸡去地下道见到了猴子。其实当时鸡是想假意答应，再趁机背叛的。鼠和猴对他完全没有设防，但鸡却在到底该不该杀的问题上犹豫了起来。面对猴子真诚的视线，鸡不禁怀疑起来，难道对方的和平协议是发自内心的，而不是组队的谎言？猴子正打算和之前举过手的成员会合，他将后背毫无设防的暴露给了鸡，但鸡不仅没有动手，还将地面上的情报对猴子和盘托出。得知在那之后猪和狗都死了，猴觉得遗憾，鸡觉得对方实在善良过头了。就算他是真的想要停止战争和杀戮，那种过于理想的蓝图根本不可能会实现。趁着猴子转身吃饭的功夫，鸡将钢叉对准了他的后背，但最终还是放弃了。他既没有杀害猴子，也没有选择和他联手，而是就这样离开了下水道。事后鸡也觉得自己愚蠢不堪，难道是因为秘药提升了他的人性，才让他被表面上的正义善良所蒙蔽吗？而祸不单行，就在鸡暗自懊恼之时，他遇上了一身血迹的牛。虽然对方也赞成过猴子的和平协议，但是现在人已失散，和平也就无从谈起。面对牛的步步紧逼，鸡心生退意。无论如何，和被称为杀戮天才的牛正面对决都是不明智的选择，他应该立刻撤退，重振旗鼓，或者巴结上牛背后偷袭。鸡从来都是自私的利己主义者，然而就在牛从两人刚才的对话中推断出猴可能就在附近时，鸡却下意识地将武器对准了牛。像他这种人，居然为了保护别人而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，就连鸡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他的内心不断地告诉他应该放下武器，赶紧逃走，但他的身体却坚定不移地挡在了牛的面前。或许是秘药的作用，或许是他内心的良知被猴唤醒，最终鸡被牛刺瞎双眼，一刀穿脑。临死之前，鸡让天上盘旋的鸟群吃掉了自己的身体。少女仅仅一掌就将坚硬的岩石劈成两半，她能将世间万物都轻松地化为沙粒。猴的师傅是3个猴子，他们拥有能操控万物的力量。从3位师傅身上习得了所有的本领之后，猴子下山，决心让无意义的杀戮从世间消失，而奉献自己的一生。但是世间无情，只要真挚存在，战争就不会消失。猴子执意要去尝试一番。和鸡分别后不久，一只懒洋洋的鼠就预感到鸡可能已经死了。问起原因，他只能说自己能看出别人的死相，而且如果鸡真的死了，大半的原因都要怪猴子。鸡看上去并非高手，虽然胆小谨慎，但也毕竟是个战士。但是他在和猴子交谈中却变得越来越软弱。猴子貌似无毒的善意，到鸡那里却变成了足以致死的剧毒。猴子不明白鼠在说些什么，以为对方是想要挑衅他，于是鼠扯开话题，如果鸡真的死了，现在就只剩下8名选手，鸡的必胜法依旧还有用吗？猴子表示自己说考虑的必胜方法不止一种，他还没有乐观到只用一种方式就能阻止12大战。只是他不明白，鼠从没想过阻止战争，也说自己不会被感化，那他到底是为什么要同意他的和平协议呢？鼠说自己只能忍受和平，却不能忍受和睦。他上战场前是个高中生，周围都是过惯了平静生活的废柴，他不愿意为了维护那些废柴的和平赌上自己的生命，所以自然无法理解猴子的行为。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会像猴子这样会救这么多人了，被救的人沦为废柴，然后理所当然地认为战争和杀戮都是他人的工作，只会让他越保护越是想杀人。他问作为和平主义者的猴子是怎样在其中找出平衡的，鼠也没指望猴子能给出自己答案。吃完饭转头又睡了，这是一个无比敏感的话题，其实猴子自己都不想知道答案。在参加12大战之前，他已经成功的化解了300次战争和200次内乱，是当
当之无愧的战争调解员。这次他负责调解的两国为争夺夹杂边境的一块土地进行了长达70年之久的战争。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早就不是为了国民，而是为了两国的尊严。两国代表在会议上争论不休，都不肯率先停止战争或放弃土地。而就在此时，双方代表都接到了国内传来的消息，前线士兵叛乱，形成武装力量，对政府要求停战。而这一切都是侯想出来的计划。这些身处战争中的士兵都是那片土地的后裔，如果双方不愿意停战，那么这些人就会为了独立而放弃这场战争。长久的战争其实已经令两国疲惫不堪了，只要能再次削弱两国的实力，令舆论站在反叛军这边，就能使停战成为可能。虽然自己做的事很有限，但他会尽自己的努力，无论何事不做尝试是不会知道结果如何。为了解决两国战争，他直接联合前线指挥官发起叛乱，因为两国所谓的尊严让他们忽视了现实，战斗在最前线的战士们牺牲了多少，又有多少人受了伤，这些问题早就超过了两国能承受的范畴。如果双方依旧坚持打下去，那么他就会让更多的人加入反叛军。最终在猴子的努力之下，两国宣布停战，这片被战争摧残超过70年的土地终于迎来了和平。然而好景不长，由于这一地区的战乱，联合军采取了军事行动并介入，武力镇压了反叛军的叛乱。他的调解没有任何作用，这种事情太常见了，所以他根本没有找到平衡点，他会为此苦恼一辈子。树更是直言不讳，他费尽周折提出的和平提案进行交涉，但动用武力顷刻间就能结束战斗。作为结果，这似乎能更快并拯救更多的人。他如此大费周折地维护参加12大战战士们的性命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组委会不惜清空一座城市都要举行12大战，能体现出这场大战意义得到的人，只有作为战士的他们。几乎没有人知道12大战，即使知道，也只是希望尽快结束。人生而平等，人性本善，不过是看不清现实的人所说的漂亮话而已。猴子想自己有必要纠正鼠的这种不配成为战士的想法。他拯救了很多人，也没能救出很多人，想救却救不了的人比比皆是。他无数次的目睹国家灭亡，非人道的虐杀反复上演，正义的野蛮行径刻在眼中，战争、饥饿、污染、死亡，他见过了太多。而正是因为目睹了太多的现实，他才会说漂亮话，选择用语言的力量阻止战争。虽然自己多次遭遇不幸，但依旧希望能和大家和睦相处，希望所有人获得幸福。猴子也有自己的家庭，爱他的伴侣，但是他依旧选择四处奔走去结束战争。目前除去已死的4人，在场的还剩8人。猴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要参加12大战，即使能实现一个愿望，但眼前的这些战士绝大多数愿望都能靠自己实现才对。尤其是身为死灵法师的兔子，猴子知道自己也要做出选择了，是留在地下静观其变，还是回到地面选择战斗。突然之间，他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异响，于是警戒的一脚踹醒鼠。顷刻之间，成群的鸟尸朝他们飞来，两人急忙离开下水道，冲向地面。然而就在猴子打开井盖的瞬间，一把砍刀对着他当头劈下。若不是猴子反应及时，真的会命丧当场。蛇的无头尸体挥舞着砍刀砍向猴子，猴子灵活的躲避并卸下了对方的武器。早就埋伏在暗处的兔子走了上来，看来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了。